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per， 欢迎来到 Jasper Soldier 的灵魂日记。你知道塔罗占卜除了可以面对面以外，还有远程占卜以及线上占卜的服务吗？那你会不会好奇，远程以及线上占卜的这种服务会和面对面占卜一样准呢？没错，今天我就要和你们来聊聊塔罗、远程占卜以及线上占卜到底准不准。在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会和你们分享有关远程占卜的种类。为什么远程占卜会准，以及为什么会不准？还有远程占卜的好处以及坏处。那么，让我们开始正题吧。远程占卜呢，主要分为4大种类。第一种，直播；第二种，影片；第3种，语音；第4种，文字。那么线上直播占卜呢？主要是用类似 Zoom 这种可以面对面直播交谈的这个软件或者是 App 来达到这个占卜服务。而语音占卜呢，就是我们占卜师在为客户占卜了之后，把录下来的这个占卜的结果以语音的方式传送给这个客户。那么使用影片的塔罗占卜呢，就是我们占卜师在为客户抽好牌后，把占卜的结果以影片的方式录下来，然后再发给客户。那么聪明的你应该也猜到了文字的占卜是什么样子的吧？文字的占卜呢，就是我们占卜师在完成占卜后，把这个占卜结果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客户。那么文字方面呢，通常会是以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社交软体来发送给客户。那么当然，除了以上这4种远程占卜的类型，也有可能有一些占卜师会使用其他类型的方法来达到这个远程占卜的这个需求。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在下面评论留言和大家分享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影片的第2个重点，那就是远程占卜为什么会准，以及它为什么会不准呢？首先，不管是面对面占卜或者是远程占卜，其实它们都是可以准确的占卜的。你们或许会想，在远程占卜的情况下，我们问卜者碰不到牌，或者是没办法亲自见到占卜师本人，占卜师要怎么样来看到我们的能量，或者是来以我们碰到牌的能量占卜呢？其实专业的占卜师呢，是不需要见到你的本人，或者是让你摸到这个牌，也可以进行占卜的。塔罗占卜之所以会准确，是因为我们问卜者和占卜师用这个意念来传输能量到牌上，那么牌自然就能给出我们准确的占卜结果。所以不管是面对面或者是远程占卜，这个占卜结果都是准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占卜结果会不准呢？这里有好几个可能性，比如占卜师的这个状态不好，所以他当时占卜的结果可能就不会那么准。又或者是我们问卜者提问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无关，或者是我们并不是真诚的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可能会造成占卜结果不准。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可能会有其他比较小的因素影响到。你们可以在购买占卜服务前和占卜师确认说，如果你对这次的占卜结果不满意，是否可以要求退款或者是退半额的款项。那如果今天占卜师他给你占卜结果，他也觉得他的状态不好，或者是他没办法让你满意的话，某些占卜师是可以愿意把这个款项退回给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影片的第3个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远程占卜的好处以及坏处吧。首先我们来看看远程占卜的好处。远程占卜呢，因为不需要使用特定的地点，以及我们问卜者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手机或者电脑来参与占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这个占卜服务。不管占卜师是在哪个国家，问卜者又是在哪个地方，他们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塔罗占卜。
那因为没有场地的限制，所以占卜师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店里或者是工作室，根据他的空闲时间安排来给你进行这个占卜。那么远程占卜除了线上直播的方式以外，其他的占卜类型因为是不需要占卜师和问卜者同时在线的，所以占卜师在把占卜结果发给问卜者之后，问卜者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甚至我们还可以重复观看，来更好的了解占卜的结果。那其实远程占卜这种服务呢，已经流传很久了，只是在 COVID-19 这种疫情出现了之后，让更多的人愿意使用远程占卜的这个服务，因为它能有效的减少我们出门的这个几率，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我们见面染病的这个几率。那除了以上这些好处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害羞，不敢和占卜师面对面进行占卜的话，那这个远程占卜服务就非常适合你了，因为你只需要把占卜师发给你的这个占卜结果看一遍或者是多遍，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不需要面对面这么尴尬。那么远程占卜有那么多的好处，它有没有坏处呢？它肯定是有坏处的。首先呢，远程占卜因为没有办法面对面，所以可能会造成你的参与感减少。那参与感减少的话，互动自然也就会减少。我们在没办法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在占卜的流程中参加一些小的适当的这个闲谈闲聊，或者是有这个停顿的方式去看问卜者的反应，及时给出相应的这个解释。那除此之外呢，问卜者如果看了占卜结果后有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询问占卜师，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得到回应，因为你在看了占卜结果后，把不明白的部分拿去问占卜师，占卜师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看到你的讯息才回复你，所以它不像面对面占卜一样，你可以把不明白的部分直接问占卜师，他来告诉你这个解答，或者是理清你的这个疑问。那么以上就是有关远程塔罗占卜的种类，它的准确性以及好处和坏处啦。当然，以上我列出的这些并不是完整的这个资料。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的去网上查找，或者是询问一些可信任的、信赖度比较高的这些占卜师，来好好的了解远程占卜的优点以及缺点。不管是面对面占卜或者是远程占卜，都有它的好坏。要怎么样选择适合你的类型呢？这主要就要看你所喜欢的占卜师他能提供的服务，或者是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以及需求来决定。我们没有办法说面对面占卜或者线上远程占卜是最好的选择，这全看你自己比较想要选择什么样的服务。那么感谢你们的支持以及观看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呢，记得给我点个赞。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下面评论留言和大家分享哦。如果你身边有喜欢塔罗或者是有兴趣学习塔罗的家人朋友们，也别忘记分享给他们，这样他们对塔罗占卜就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哦！想知道占卜师是怎么赚钱的吗？或者占卜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记得点击右边的影片来查看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Jasper， 你有没有试过帮人远程占卜啊？当然有啦，不管是面对面占卜或者是远程占卜，我都有试过，而且顾客的反响都非常好哦。哇！